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做自己的心理医生。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在半夜醒来，盯着天花板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？情绪像被关在胸腔里的鸟，扑腾得厉害，却找不到出口。你看起来正常，能上班，能聊天，能笑，可就是在没人注意的时候，会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快撑不住了？而今天这本做自己的心理医生，就像是一盏在深夜亮起的小灯，不是替你解决所有问题，而是告诉你如何在最孤独、最混乱的时候，自己把自己从黑暗里慢慢拉回来。墨雨，一个心理学领域的深耕者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他最初写这本书，并不是作为一本专业的心理指南，而更像是在陪伴那些常常不敢求助，也来不及求助的人。他说过一句话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及时走进心理诊所，但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把能救自己的钥匙。这本书就是那把钥匙，它像朋友，又像镜子，让你看清自己，也让你学会温柔地对待自己。如果你翻开这本书，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单一故事，而更像是一段段你可能经历过的生活碎片。书里讲了很多真实的心理困境，焦虑、恐惧、亲密关系、失控的情绪、自我怀疑、压抑、倦怠，但它们被串联成一个核心主题：如何在混乱里让自己保持不崩溃。让我带你走进其中几个最典型、最像你的故事。一，你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那部分。书里有个女孩，工作很努力，可每次开会她都不敢抬头。她总觉得自己说的不够专业，不够聪明，不够被认可。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瞬间？别人一句无心的话，你却在心里反复咀嚼好几天。书里说，很多人的自卑并不是因为真的不行，而是因为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。其实你也知道，可就是做不到。你以为这是性格问题，但书告诉你，这叫过度自我关注。越盯着自己的缺点，它就越长。二，你被情绪裹挟，却不知道怎么停下来。书里还有一个男生，他说自己像随时会爆炸的炸药包，一点点小问题，一点小延误，一句不合时宜的话，他都会瞬间情绪上头，但事后他又总是后悔。书里解释情绪背后那根线，情绪不是突然爆发的，而是所有委屈、压力、恐惧都堆积在身体里的结果。你生气的那刻，其实是你累了；你哭的那一瞬，其实是你终于撑不住了。书里教你一个方法，暂停10秒，不是深呼吸那么简单，而是让大脑重新接管身体。你只要停止那10秒，就能阻断70%的冲动情绪。你可能不信，但你试过之后就知道，心真的会慢慢软下来。3，亲密关系里的拉扯与内耗。书里也提到亲密关系的问题，你有没有经历过？你越想抓住一个人，他越往后退；你越想靠近，他却觉得你太敏感，压力太大。墨雨说，这其实是心理学里的依恋不安全，不是你不好，而是你害怕失去；不是你黏，而是你内心深处太确定感。书里举了一个很痛的情节，有个人说，我不是不信任你，我是不信任这个世界会把你永远留给我。这句话你一定懂，懂的人心都碎过。书里没有教你如何留住别人，而是告诉你，先把自己照顾好，关系才不会成为你的伤口。4，成年人的崩溃是悄无声息的。书里有这样一个画面，冬天的深夜，一个人坐在厨房的地板上，背靠着冰冷的柜子。他没哭也没喊，就那样静静地坐着。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时刻？明明外表什么事都没有，可心里像掉进一个无底洞。墨雨说，成年人学会不吵不闹，不是变得坚强，而是习惯了没人会来安慰。可是他也告诉你，崩溃不是坏事，那是身体在提醒你，你需要休息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可以学会自己接住自己。书中最让我心头一震的
是一个非常小、非常安静的片段。一个女孩去看心理医生，她只说了一句话：我好像已经不会快乐了。医生问她：那你上一次快乐是什么时候？女孩沉默了很久，很久，最后说：我记不起了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不是跌落，是空白，不是痛，而是麻了。那一刻，书里的文字突然变得像冬夜里的一束光。医生对女孩说：你不是不会快乐，你只是太久没有好好的抱自己。那句抱自己，像是很多成年人从未真正做过的动作。我们习惯扛着、忍着、硬撑着，却忘了每个被世界推着走的人，都值得一个温柔的拥抱，来自自己。这也是全书最核心的一句提醒：没人永远懂你，但你永远可以懂自己。读完这本书，你会慢慢明白一个道理：治愈不是一下子变强，而是学会和自己的情绪做朋友。墨雨强调的不是快速自救，而是理解、允许、接纳、修复。他不要求你变成一个无比坚定的人，也不要求你立刻解决所有问题。他只希望你在焦虑时能停下来，在自卑时能说一句我已经尽力了，在关系里不再卑微，在悲伤时不再责怪自己矫情，在崩溃时不再羞于示弱。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痛苦的根源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你从来没有好好理解过自己的心。书里说过一句非常温柔的话：你越懂自己，世界越不会伤你。治愈不是不再掉眼泪，而是当泪水落下时，你知道该怎么擦干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心里有一点点酸，或者突然沉默，那说明你其实已经在开始理解自己了。你不是脆弱，不是矫情，不是别人说的想太多，你只是一个在努力活着，努力撑着，努力不让自己倒下的人。而这本做自己的心理医生，想让你明白，你可以把自己救回来。灯光熄灭之前，我想问你一句：如果有一天，你终于愿意拥抱自己，你觉得那会是怎样的瞬间？